iPhone 2亿画素的镜头曝光，还有今年可能没有 iOS 19。那另外呢，还会增加一个我们等了大概10年的功能吧。大家好，苹果店，我们今天就快速来切入这些新闻。但是要讲之前，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些爆料终究是爆料，不会是最终的消息。那如果你在看这些影片，希望得到的是最终确认的这些消息的话，那就等9月的苹果发表会，或者是6月的开发者大会，等苹果亲自发布咯。那开始之前呢，也跟大家讲了，我们有一个苹果讨论的群组，那你们想要讨论这些爆料或一些功能上面的更新，有些问题也可以加入群组去问里面很多的大神。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那首先讲这个2亿画素这些新闻，这个新闻是来自中国微博的一个账号啊，现在爆料很多，也不只是 iPhone 相关的消息。很多不同品牌的手机里面的配件这些组件它都会爆料。那这个账号呢叫做数码闲聊站，曾经非常多是准确的预测，像是苹果相关的这些规格还有他们未来产品的一些走向。他们这次爆出苹果正在测试一款2亿画素感光元件的主镜头，那对，就是终于升到2亿，不会是在4800万画素。那目前还没有非常确切的是说他们会用在哪一款 iPhone， 但是他知道是说苹果已经在测试这一款感光元件。那这个其实有点对上我们先前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苹果跟三星正在讨论可能购买他们的感光元件的部分不会单纯只有依赖 Sony。 那让人想起来，其实2亿画素的主镜头的感光元件在三星的这个旗舰机上面已经用了非常多代，那甚至在今年的 S25 Edge 他们也放上这个2亿画素的感光元件。但现在看起来，因为我们目前得到所有 iPhone 17 Pro 的相关消息，它主镜头应该还是4800万画素，那加上今年其中一个主打的主轴应该就是它的长焦镜头也升级到4800万画素。那我自己的推想可能是他们在发表会上面会说，那现在长焦镜头有4800万画素，然后再搭配主镜头跟超广角，就变3个镜头都是一样的画素。苹果应该会用这3者的串联再来做一个很漂亮的动画，什么3个镜头在切换的时候都能2倍无损裁切，然后再拍摄 4K， 那可能甚至到 8K 影片的时候，它的泛用性又会更广。那我们知道苹果在发表会上，他们在推销这些功能的时候，总是会把它包装成像是一个他们独有一个新的功能存在，但是同时呢，他们软体有时候结合即使是大家都用过的硬体，他们也能发挥出一些不一样的用法。那这部分我就觉得说2亿画素应该不会是今年就推出来，我会期望在 iPhone 18就看到2亿画素的主镜头，因为不然明年也不知道他们要升级什么了。那我们来讲一点实际的用法，到底2亿画素是不是一定必要？那其实就是说在你选择上面，像我们用三星的这个旗舰机在拍2亿画素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说你现在要拍2亿5000万或者是1200万。那在我们实测下面，你真的是拍到2亿画素的照片的时候，它真的可以裁切，或者说你放大的细节也确实会保留更多，但这个是要在光源好的时候。如果在光源不好或要夜拍的时候，其实你开启这个功能它也没有办法真正去使用到，或者你也拍摄不出来这样的解像力。那同时苹果如果要去用到这颗感光元件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期待就是说苹果的这个 AI 它的演算法上面，如果再搭配这样高画素的感光元件，然后再加上苹果自家处理器的强效，我看到它即使是在现在拍摄4800万的 RAW 的照片的时候，它的处理速度也是非常快。但我们同时也要老实说这样的功能在一般人的日常使用上可能真的还用不太到，除非你去旅游的时候，你还要记得去开启这个功能，去拍风景的时候去开启2亿画素，不然我相信即使是很多人用到三星的旗舰机也不一定懂的，或者说很长时候也没有想到要去开启这样的功能。那最后也看大家怎么想，你们觉得说2亿画素的感光元件，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使用过，或者说你们觉得 iPhone 上面需不需要做这样的升级，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好，那下一个就是 iOS 19，今年可能会没有。那这个消息，这个新闻到底是在讲什么？那他们是说现在 iOS 19在今年开发者大会要发表的时候，应该就会直接改名，跟着它的年份来做更新。而且这不只是在 iOS 上面，他们说可能在 iPadOS、macOS， 就是所有的 OS， 甚至包括 TV、WatchOS 都会一起改名到一样的年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所有的 OS， 因为毕竟都不是同一年推出来的，所以比如说 iOS 已经到了19，那WatchOS 可能还停在哪一代，那这些数字上面有时候真的也会让人有一点搞不清楚说为什么同样是在同年发表，但是大家这个 OS 后面搭配的数字都不一样。那所以彭博社就讲说苹果就会在今年他们会用年份的方式来做这个对照，把后面的数字都改成一致性。所以 iOS 19呢会改成 iOS 26，那 iPadOS 也一样， macOS 16WatchOS 2、visionOS 3，后面的数字全部都改成26。那你可能会问，今年是2025年，为什么要改成26？那这个可能有点像特斯拉嘛，他们新车发表，像今年的 Model Y， 他们就说它是2026年份的 Model Y。那如果真的去看这些 OS 发表的时间，虽然是在6月，但这个是 Beta 的版本，给开发者先去做测试的。那正式给消费者使用，可以下载更新的版本，通常是在9月跟着 iPhone 上市的周期再来一起发表做更新。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如果说今年发表的是
比如说 iOS 25，但它真正使用的时间只有3个月的话，然后明年又有整个9个月的使用时间的话，或许真的改成26来说会比较合理一点，因为就是对照明年的年份。同时呢，在明年整年也让人感觉你在使用的 iOS 是比较当下当年年份的感觉。好，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老实说，除了这个数字的更改呢，我们在今年的所有的 OS 更新，我们得到的这些消息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了，所以这个年份的更改或者数字的更改可能会是最大的亮点之一吗？那另外我们在期待这些 AI Siri 啊，还有所有 AI 功能的补齐的部分，可能在今年即使是新的 iOS 发表的时候也不会补齐。那就是说他们在 AI Siri 上面其实也是在几个月前才开始进行他们整个团队的大换血。那如果要跟上他们去年所发表出来说他们的 Siri OS 真的可以做这种代理人的模式，帮你去操控手机里面去串接不同 App 里面的功能使用，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至少还要再等到明年才会看到。那另外一个更糟糕的消息就是说，他们今年可能甚至在这些 AI 或者 Siri 的部分都不会做太多的加强的宣传，因为可能去年他们也吓到啊，你说宣传出太多的东西，保证出太多的东西，那最后 backfire 回来的话，就会让大家觉得说，你其实做不到。那这个消息可能也会造成整个公司会有更负面的影响。那尤其现在他们在 AI 上面的落后啊，也不希望太去强调这一点让大家又说，你今年又发表出什么，那可能是不是又做不到，那可能再的一年大家又会更放大镜的去检视你们 AI 上面的进度。那同时苹果现在的股价也因为库克跟川普之间两者来来回回的关系啊，那川普很希望苹果把很多的供应链的制造端都拉回到美国，但实际上的成本这个现金短时间里面就是做不到。那这个也让川普讲出来说他们要对苹果的产品加上 25% 的关税，所以你也看到苹果过去1-2周以来它股票下跌的状况也是很严重。那如果开发者大会再没有提出什么让大家觉得很兴奋的消息，或让大家看到什么 AI 上面的进展的话，那我自己觉得可能对股价的影响就会更加的明显。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OK， 那关于这一点你们大家有什么看法？不管是这个命名的更改啊，改成26，或者在 AI Siri 上面他们 AI 功能上面的保证，你们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你们知道什么内幕消息也都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OK， MagSafe 呢是我觉得苹果近年来超棒的发明。无线充电呢可以精准对位，但大家讲到无线充电可能最担心的地方就是发热。那现在我们手上这台香港原创发明 ThinkThings Studio 推出的 MagSafe 2.0 行动电源，那它呢是全球首款可以无线输入和输出的行动电源，拥有金属的外壳可以帮助散热，重量呢190克，超轻巧。下方呢也有隐藏的立架，背后呢再自带一个 MagSafe 的充电磁圈，可以让直接帮行动电源充电的同时呢，也可以帮你的手机充电。那下面的 USB-C 孔又可以再多充一个装置，所以不管你是要充2台手机，或是1台手机搭配你的 AirPods 都可以。那另外呢，超注重散热设计的他们还设计了一款自带台湾制风扇的无线充电器，让你可以边充边散热。MagSafe 3.0 无线充电器还有外挂的模组，那像是这个可以变成车用的充电支架。一般呢在车上使用无线充电因为摆放的位置，那你直接用冷气去吹它呢，又会担心这样的温差让你手机内部产生湿气，所以用这种自带降温风扇的无线充电装置，让你充电起来就更加的温和，充电的效率也更加提升，这样呢对你的电池保护性就更佳。你也可以在你的车上一边充你的行动电源，再让你的手机一起充电。那他们产品呢对 iPhone 可以支援最高输出15瓦。那这是我们手上三星的手机也可以启动无线闪充，拥有台湾电检通过与代理商保障。我们争取到全网最优惠的折扣价，连结折扣码会放在资讯栏和留言区，错过就没咯。那我们就来讲下一则新闻，就是现在 iOS 19，我们应该讲 iOS 26可能会终于增加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功能，那就是它们会显示充电剩余的时间。那这个其实大家都敲碗非常久了，就像我们插上 iPhone 充电的时候，其实不太知道，比如说充到满要多少的时间。那如果我们今天大概有一个概念的话，我们今天回饭店，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1个半小时的话，那可能我们对再来的行程晚餐的行程就比较好去规划。但其实这个功能呢，iPhone 算等了非常久，但是在 Android 我记得在 Android 5 Lollipop 上面那个棒棒糖那个版本就有加入这个功能，所以现在 Android 16来讲，应该是 Android 可能10年前就有这样的功能。但据说苹果在这个 iOS 26上面，他们除了可能有一个基础的显示在你充电上面可以看得到之外呢，它可能也会做成一个像是即时更新的这种小动画，那可能在它动态岛或者它动态更新的这个视窗上面，你可能不用解开手机都可以随时看到它的进度。那以我的了解，苹果应该在这个上面会做一些动画，可能它的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在跑的样子，同时再加上时间那就是把一个别人可能有10年的功能，但做一个比较优化，比较他们自己比较苹果的风格来推出这个功能。所以关于这个功能，大家有什么想法？你们有期待很久吗？或者希望看到他们在这个功能推出上面，可能在他们界面上面做一些什么样的改进或是优化，都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分享。好啦，那其实进来的苹果新闻就当然不外乎就是 iPhone 17所有系列的这些更新所有的报道。那我们在先前也上手他们的模型机，让大家看到他们实际上面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可能就是 iPhone 17 Air 看起来亮点
稍微多一点。那17 Pro 系列的话，我觉得它的外观辨识度更高。那其实在我们自己工作室，大家也在讨论这个地方，到底说今年的 iPhone 17的销量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其实在台湾跟整个亚洲的情况看起来都不是太好。那我们自己身边不管是配件商什么，大家都有分享这一点。去年 iPhone 16的配件真的是卖不太动。那我自己的看法，我会觉得说，今年 iPhone 17，不管是说因为有一个17 Air 一个新的机型，那先不说这个机型卖的好不好，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可以吸引亮点的一个话题，让大家关注度会看到 iPhone 17上面。那第二点呢，就是 Pro 系列上面它后面的相机模组有个大的更改。那我觉得这个更改我觉得会让很多人他们觉得说，今天花这个钱要去更新新手机的时候，希望大家看得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族群在 iPhone 17上面的选择至少就有3款可以让他去选嘛 ，Air Pro 跟 Pro Max。所以我猜想是会认为，可能蛮多人换不换新机，其中一个大理由就是它的辨识度高不高。那可能也会让今年的 iPhone 17的销量变得非常好。但同时呢，我们工作室有其他人不一定认可，觉得说，那如果它实际功能上面有什么进步，只是它的可能长焦镜头升级到4800万画素，但功能使用上都一样，那 AI 功能也没有推出来的话，可能销量上面还是不乐观。那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部分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下面留言。你们觉得今年 iPhone 17系列到底销量会怎么样？那同时也要考量到价格，因为如果川普这个25% 真的加上去的话，我看起来不单只是美国会需要去承担这样的涨价风险，因为听库克最近的讲话起来，好像很有可能 iPhone 17全系列都会一起涨价。那如果价格再加上去的话，那即使这个外观看起来可以有点改变，那是不是还会可以激起大家的买气？这部分就真的现在的变数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下面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分享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猎，我们下次片见，拜。